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大叔叔中中文，文。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大叔中文哦。那今天我们请了一个非常随和的老师，跟我们一起念大叔中文的啊。我很早就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油管订阅非常的多，订阅非嗯，常多，所以我个人对他很好奇，这是我们的 很感动。Chinese Mandarin Cherry 的 Cherry 老啊，师，对车厘子老师，，Cherry 车厘子老师，大家掌声欢迎谢谢各欢迎位老欢迎。师对我的夸奖，我脸红了，有点不好意思。现在我印象最深刻是我看了你的油管之后，你那个时候说你在东北，所以我嗯一直以为你就一直住在东北，但是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车厘子老师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这个嗯，东奔西跑、天南地北这样跑的过程？好的好的，所以嗯确实就是我的大部分视频是在大连拍的，所以很多朋友知道我都是从大连开始的。对，但是对，其实我大学是在大连读的，然后在那边读了4年大哦，学。对，然嗯，后又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去柬埔寨工作了1年。哦，那个时候，哦，对，嗯在那里做了汉语老师，做了一嗯年。嗯后来我觉得可能还想提升一下自己，我又回到大连，我又读了研啊哈究生。对，啊，OK，然后读完研究生以后呢，我又在大连工作了一年，然后啊哈。到了，呃，我是先去了新西兰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回到大连工作了一年，跟大连的爱恨情仇太长了。对，对，对，怎么那么爱大连？好像加起来有8年时间在大连，是不是？这么邓老久了，师的数学他太好了，对，没有啊，我也是有做补课了，我有去看有做功课，有做车功厘子老师课啊、的那个感视频。动感动，对，对，所以所以为什么最后都会往大连这个城市就是留下来，留在那里呢？对啊，就是其实这个问题，我跟我很多大连的同学都有探讨过。大连这个城市很有魔力，就是你在哦，那里的时候，它让你不想待在那里，但是你离开以后，你每天做梦都想回去。所以说很奇怪的，啊，对大连的整个氛围，就是你在那里的时候，你觉得啊有点无聊，有点想出去闯一下，但是你出去了以后就觉得啊大连真好，我还是要回去再住一段时间。对啊，你都见过了柬埔寨，见过了新西兰，然后新西兰，又回到了大连，我们东北那对对旮儿的。对，对啊，就是我现在觉得我是半个东北人吧，所哦，以就是说嗯习惯上或者说，其实大连对我更好的就是说，怎么说呢？我在那里嗯，练好了我的普通话。是吗？哦，对，其嗯实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普通话没有那么好，因为我是贵州人，然后对，我从小哦，的环境都是那种呢了不分，支吃是滋滋滋啊，不分，吃吃所以说，啊，就是所以说我很难受会说蓝瘦，是不是？蓝，感受奶奶牛奶，所以说老师吃饭这样。老师吃饭这样子，对啊，哦，所以到了大连以后，我发现，哎，好像我的同学们，天南海北的同学们，他们的对，普通话都比我好。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刻意的去练习普通话。但是大连的口 OK。音，东北口音也很重啊，就是，但是你说话是标准的，不是那种感觉东北土没有被污话就染，对，对，对，没有被带跑偏，可能是因为我接触的，因为我一直住在大学附近嘛，所以我的朋友都是来 OK，自天南海北的同学，哦，对对对，所以说对，没有被带的那么偏，但我还是会有，嗯哼，还是有东北口音，嗯，还对，好，所以还没有听到我的乡音，目前还没勾出来。有克所以制一点。这个我现在就有非常多的问题从脑袋蹦出来哦。第一个问嗯，题，我想问一下车厘子老师，就是说你在大学或研究所的专业都是对外汉语吗？其实不是的，我是本科的专业是对外汉语，然后啊哈，对，然后到了研究生我就转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
所以说我到了研究生阶段是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比较多。哦，嗯哼，所以你去对，柬埔寨或去新西兰都是去比如说去丰富一下你对外汉语的教学经验吗？还是对，那时候是这样的，我是觉得说，这个这个专业其实在大学里面其实学到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没有理论的那么多，哦？对，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实践的机会，因为当时我觉得可能外国人还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实习的机会，所以我就嗯哼想搞清楚这个专业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那时候就有了嗯哼，机会，然后就去了柬埔寨。然后又回来，对，所以然后再就是，去然再去后又新西兰。对，然后又去了新西兰，然后就是想要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经验吧。我觉得还是这个行业还是经验很重要。等于说你去的第一个外国的国家是柬埔寨，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出国去柬埔寨，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个过渡。虽然说它跟我们文化差别很大，但其实我在的那个环境是还是比较华人多的环境，特别哦，是我们的学校是那个潮汕商会，他们去啊，投资建立的学校，所以说他们对，的管理模式、教学内容其实跟国内差不多。所以说，但是它的文化氛围又是有柬埔寨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它是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适应期，然后让嗯哼，我慢慢的从学生过渡到汉语老师这个角色里面啊，来。所以说，他没有说我突然一下就去了一个100%文化不一样的国家，对对对，然后有那种嗯哼，文化休克的感觉。我觉得我在柬埔寨还没有遇到文化休克。柬埔寨的学生给你什么感觉？哦，他们其实当时我在柬埔寨教好多学生，我一天要接触差不多200个学生。哦，哦，早上是一个班，下午是一个班，晚上又是成人的班，所以基本上所有年龄的学生我都见过了。所以说，我会觉得说他们，一半的学生还是就是挺像中国，因为他们也有华人的背景嘛，然后包括他们的家庭氛围，然后父母都是中国过去的，所以说他们也有中国学生的那种感觉在。嗯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比较开放的一面，然后他们就是可以更多的去接受一些外来的文化，比如说一嗯个学生他不只会说中文、简语，他还要会说英文、法语、西班对，牙语、葡萄啊，牙语。哦，对，所以说在那里可能是说很多文化交汇在那个国家，所以说他们可能是更包容的一种态度。嗯，对对，而且我觉得东南亚的学生都是非常努力学习的哦，可能他们竞争也比对。较激烈，我觉得他们学习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去学习，非常的努力。对，对的，是的，当时他们一整天都要学。我当时夜学班的学生，他们是白天要去上班的，哦，白天上对，班，晚上学到9点才回家，所以我当时很佩服他们的那个毅力。真的真的，你像我直播课都在晚上，很多学生都是白天在上班，晚上还要赶回家听我的直播课，就是他们真的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工作跟学习上，非常厉害。对，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就不停，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不停的在往前走。嗯，嗯那这个车厘子老师，就是因为你说在柬埔寨的这段岁月啊，是你从学生理论嗯。上理论性的这个学生进入到我们进入这个实作期的这个汉语老师哦。那这个阶段结束之后，你后来又回到了大连，想要这个可能就是让自己的教学技巧更好，所以你就回大连读研究所了，对不对？对，那时候我其实，在最后2个月的时候，我有考虑我是继续在对，这里呢，还是回嗯去。当时我还是说考虑说要回去继续提升我的自己的一个，不管是专业技能还是理论，对所以说我又对，回去了。而且其实当时我也很喜欢中国文学，我在本科阶段也学了很多文学的专业嗯课嘛。所以我对。觉得说我自己的一个中文底蕴和文学底蕴还支嗯撑不起来我的这个汉语老师的角色，所以我又回去继续读了研究生，这样。
对，然后3年就回去读了3年。然后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突然又想要这个离开大连去新西兰？是怎么样的契机啊？其实我读研的那个时间是特殊的那个疫情时期嘛，疫情时期，对，所以读到研2的时候，当时我们就不能去大学了，就是必须每天在家。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在家好像有点无聊，我的青春不能这么浪费了，所以我就开始在那个网上做老师。我就开始线上的，对，在线上做老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做老师，然后慢慢的到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又觉得我还是想要回到这个赛道，回到这个行业来，然后又有新西兰的这个机会，我就过去了。但是去新西兰还是挺坎坷的，那时候我本来毕业以后就应该去新西兰，可是因为疫情就耽误了1年嘛。然后中间的这1年，我就跑到上海去，兼职汉语老师，在那边差不多我做过5家吧，5家机构的汉语老师，然后一边在上海兼职，一边在网上当老师，然后再等那个签证下来去新西兰，所以很苦的那1年。对，而且这个车厘子老师等于在上海就是在教学机构实际上有磨练过了，对不对？有，我那1年，因为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行业是怎么运转的，他们是怎么样去，比如说招生，然后他们的开发的内容是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去变现的，他们怎么样去营销的，所以我就去了，同时在4、5家机构吧，都在那里做汉语老师，然后也接触到了很好的机构，教我怎么样去教学，所以说学到了很多。非常有共鸣，我有1年是这样的生活，我当时也是回国1年，然后也是好多机构之间跑，可能这个机构刚上完1节课，马上就是打一个网约车去下一个机构，对，争分夺秒的，就怕迟到啊什么的，就怕堵车呀，对，在大城市做汉语老师都是要去上门，你要去学生的公司或者家里上课。对，我有过1年这样的经历。但是Ben叔你是在北京，对不对？对，是OK。那时候网约车刚兴起，然后好多这个网约车公司都给你折扣券呢，所以我就一下课赶紧打车去下一个地方，然后自己还要想怎么省钱啊、省路费什么的。对，我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规划那个路线，怎么样能够快一点到达，坐地铁还是什么？有时候可能要站在人家楼下，要等个10分钟、15分钟，到早了。是的，然后晚饭也是在便利店就解决了。对啊，就周文老师有时候可能感觉可能很光鲜的一个职业，但有时候感觉就是服务业。一点都没有，对吧？一点也不光鲜亮丽。可能学生觉得我以后要当汉语老师，你看这些汉语老师好厉害。其实我们背后的辛酸，学生都不晓得。车厘子老师，你后来去了新西兰，对不对？你觉得在新西兰教学的这个生活，跟在柬埔寨或在国内有什么不一样？还是挺不一样的。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不同是那个工作氛围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对，可能在国内的话，我更多的感觉是汉语老师一个人孤军奋战。就是说，可能公司就给到我材料，然后我自己去应对这个学生。对。但是我当时在新西兰的时候是被安排在了一个算是 intermediate， 就是他们小学到中学。中小学的那个阶段吧，然后在那个学校我是唯一的汉语老师，然后我一个星期要教22个班。哇，22个班，这是破纪录了，我没有听过老师教这么多班，可怕了吧？对，但是还好，就是因为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虽然
工作强度很大，但是内容一样。然后我得到了当地老师特别好的支持，他们会帮我维护纪律，然后会告诉我一些技巧。所以说，其实我在那里虽然工作强度很大，但是我做得很开心。对，而且得到很大的支持，对不对？对，工作氛围就是他们是好像互相一定要帮忙的，所以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唯一的外国老师，所以说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支持我。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模式对我特别好，因为我自己就是做的课程，一个课我要上22遍，所以到最后的就是最后周五的那一次，我的这个课就会打磨的非常好了，就是上下来非常顺。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让我慢慢的在打磨我自己的经验，打磨我自己的课。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当汉语老师的打磨课是很重要的，一套材料我们多教几次，然后教的顺利，然后学生也能接受，这个要教很多堂课才有可能做到。对，主要那个节奏啊，时间的控制啊，还有哪一个活动的效果，就你肯定上到第22遍已经特别熟了啊。对，我都能猜到他们要说什么，就是下一句台词是什么。所以说，对，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感觉哦，这样新西兰这样的工作环境是让人很向往的。我可能会在那边留10年吧。但是，车厘子老师，你后来可能决定想要离开，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什么呢？其实我还是觉得说，虽然说我东奔西跑一直在做汉语老师，但我还是觉得我自己的教学能力和经验还是没有那么充足的。所以说，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到中国的这个氛围里面来。对。第一个是我发现我在那边久了，我的语言结构变简单了。做汉语老师，你们应该也有体会吧？有，对，我就大脑有点迟钝的感觉，因为有时候要很慢的说话，不能用太难的词。对，这个变书上这个学生的课久了，跟我们录大叔中文，他的语言层次就会变得比较低一点。我跟不上，对，因为我现在跟我的那个母语者朋友聊天，我就发现我跟不上他们语速了，我也是。我也是，脑子去在前面，但是嘴巴还在后面。对，是的，嘴巴在后面追。对，所以说，我觉得说，那我在教高级的学生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卡壳，所以说，我觉得我需要回到母语的环境来。然后，第二个还是说我需要回来，因为其实中文老师在这边他的发展还是挺快的。是的，在上海的那一年，让我发现。虽然机构很残酷，他们可能对老师没有那么好，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体系很好，发展很快。所以说我还是想要回来说，在这么残酷的环境里面练习一下自己。所以就回来了。OK， 我很好奇哦，就是对于大连这个城市哦，因为大连是东北算是我不晓得是最大的啦，但是也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工业城市嘛。那大连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会让你不断的想要回去，离开又回去？你为什么不是回去别的城市，而是往返大连之间呢？东北人的热情。可是车厘子老师是西南人呐，对不对？为什么会被大连给吸引呢？我确实很喜欢东北人的那个风格，很幽默、豪放、比较粗线条。对，很好大大交朋友。咧咧的。对。然后我总结了一下，我喜欢待的这些地方，其实它都是文化，就是不同的文化交融的地方。比如说大连。然后柬埔寨、东南亚那边，然后包括云南，我现在在的这个边境城市，它也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对，然后在新西兰也是一个，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嘛，你在你的生活中也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化，所以说我是很享受，就是把自己沉浸在这种不同的文化中，然后可以让你看到不同文化里面的美好。或
或者是说聪对，明之处，可嗯以嗯哼，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嗯说，对，我是比较向往这样的地方。嗯哼，嗯。可是嗯后来在嗯嗯，在上海的话，就是大城市那么卷的地方啊，包括我觉得嗯，很多年轻人都是毕业之后都想去就是一线城市去挤一挤、对拼一拼啊，但是为对，什么就是从上海又突然又选择到不是去了大连，然后又进一步跑到就云南来？对，感觉对，现在其实有一种桃源生活的感觉啊！我看你 vlog 在种花啊，然后是不是一个原本高压的生活会让你想嗯起了你需要放松，或需要让自己的脑子轻一点？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去了云南。对茶叔很有嗯经验呐。是的，当时我嗯在上海的工作就是每天7、8点出门，11、12点回家。嗯他就算有那么多文化在那里，我也没有时间去喘不过体验。气来。嗯嗯，对对对，你不像说我在大连，我可以看看俄罗斯的建筑，可以吃一啊，对，吃日本啊，嗯饭馆的菜。对，嗯对，在嗯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文化。但是在上海，我嗯那么多饭店，但是我只有路过，我进去的时间都没有。所没有以说，啊，嗯，对。然后如果你停下来，那你就没有钱去支撑你在那里的生活。没错，所以说，哦，对，嗯对对对，对，所以说停不下来，我觉得好像已经背离了我之前的那个初衷，那我嗯就嗯。选择离开了。嗯，对，感觉嗯在上海这种一线城市，你好像老鼠一样，对不对？一直在做回圈。那你嗯停下来不工作，你就没收入，没收入就不能享受生活，不能享受生活，那你留在这个城市干嘛嗯，呢？嗯哼，对啊，对啊，光房租一项，我觉得就停不超下来，贵。每天一睁眼睛就负数，钱，对，就是对，钱。对，就是因为我有看过你 YouTube 的 Vlog 哦，就是你在大连的生活也，我觉得好像也蛮悠闲的。你会去市嗯场买菜，然后把嗯在那边的生活用 Vlog 的形式记录下来，所嗯，以对我觉得这也是跟上海生活很大的不同吧。对，在上海我嗯。都没有买过菜，你突然提醒了我。对呀，你常常在大连有拍买菜的 嗯 Vlog，问多少对啊，钱什么，那个感觉嗯就是那种生活的形态是很悠闲的，很自在嗯，的。对，有社交，你有来来回回的交流，对但是在上海就是点外卖、吃外卖、上班嘛，啊，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流。对，我非所以常同意，我也是感这么，觉好可怜。我觉得在北京好像对啊，自己都没有出去品尝一些美对吧？食啊，就在家里，对啊，就是感觉中间课有30分钟的课休时间，赶紧点一个外卖吃一口啊，对啊，就一边是你是一个孤上课岛。一边拿就是外卖员到了，我一边拿着我的这个笔记本材料，电脑，一边开门，然后悄悄的拿进来外卖，下课就吃。对，是的，然后吃饭的时间也特别快，然后是的，吃完马上去下嗯，一个课。非常对，所以说同意。嗯，就没有时间去体验这么多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对啊，你现在对在哪里啊？怎么感觉这是一啊，个鸟语花花园香，的？对啊，感觉。哦，这就是一个咖啡啊，馆，腾冲的一个森林，在森林里面的咖啡馆嘛。我平嗯时会来这里，就是做一些嗯工作或者上课。这样的话，在家自己嗯，上课会有点闷嘛，然后对在这里的对对，对话，对而嗯，且它很安静，在这个山上很安静。对呀。哇，对，所以说，车厘子老师，我想问你嗯啊，从一个繁忙、这个嗯时间很卡的那种生活，过渡到云南腾冲这嗯种感觉很偏远的地方，这种生活方嗯。式，你做这个生活方式的转变，需要很大的心理建设吗？还是你就 OK 走就去了？你那个时候的这个嗯心理的过渡的情况是怎么样？嗯。嗯，茶叔太有经验了吧？你怎么能猜到我的心理状况啊？就是嘛，就你好，是嘛，你好会聊天。对，好会问问就是题。嘛，对啊，对，其嗯实我来就是我先就来了，因为我不知嗯，道这里是什么状况。但是你对啊，说的嗯那个心理建设和挣扎，其实我是在这里完成的，或者是说啊，我还没有哦，完成，还在嗯就是
就是在反复的纠结当中。OK，对，所以就是我来到这个安静的城市，你真的有那个安静的生活以后，你才会突然想，哎，有点焦虑耶，我一点都不我为什么忙。来吗？对，不是这个焦虑是什么？我为什么来？还是钱赚不够了？还是太安静了？其实我喜欢都市。你的心理层次是哪一个？我的焦虑来源于我就是不那么忙，然后我不忙我会焦虑，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对对，在上海的时候你很充实，然后每天有人告诉你你要去这个课这个课这个课，就是有人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然后你就去填满它就行。但是来了这里很安静，然后不忙，没有人给你任务以后，你就会想，哎，我这样会不会落后于别人？我会不会没有发展自己？对，我会不会就停滞在这里了？我的教学方式会不会就变得很落后、很古老了？所以说会有这么多的，就是纠结。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吗？大家都就是觉得要很卷起来啊，要拼啊，对，要在机构努力。对，我觉得就是当你周围的人都在卷的时候，你不卷，那你会怀疑自己选择对不对？那你刚搬过来肯定有一个惯性，那你觉得现在过了这个惯性了吗？还是说还是在慢慢的过渡到这个现在的生活的状态？我觉得现在的进度可能有60%吧，就是慢慢的去在接受这个状态，然后要学会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支撑起来，就是必须要自己内心驱动力很强，告诉自己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自律，就是说对不对？对，自律很重要，你要自由职业者，自律就是我们的天命。对，不自律，生活就完蛋了，真的，你会堕落，你会偷懒，对，会很放松。对，所以我现在可能是在学习重建这个自律的过程，把自己给自己架起来。那你现在开始重填你自己的时间，你会去刻意的去就是想，我不要就是把我的生活填满工作，我要就是试着去填一些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你是怎么调整你的时间表，怎么去填你的时间的？问到点上了。对，我现在就是，如果你们看我的那个视频更新速度，会发现我现在变慢了。很多朋友在催说，老师你多对催更多放一些视频，但是我就是慢下来，然后我的课程开放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就是因为我现在周3、周4的时间会拿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对，会比如说报班我去学画画，然后学习跳舞，然后还有就是去练一练我的英文，就是找一个英文老师去练习。在腾冲这么乡下的地方，可以报班啊？有这种报才艺或报这个的地方啊？有啊，这边现在发展就是怎么样呢？它可能其他产业不好，但是旅游产业很好。所以他是不是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到了腾冲去？对，很多。它旁边就是大理嘛，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对吧？然后在这里也会有一些年轻人住在这里。所以就是说我现在周3、周4整个的时间就拿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突然很向往啊，我好向往。没有这个在向往之余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宿命，就是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应该就要很卷，应该就要尽很多责任，应该要把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拿去工作，好像才是我们的人生。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观念要改变，我们要真的从头到尾的去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对自己好一点，多学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刚刚听Ben叔说很向往，其实就是这个向往的背后，我们要付出很多自律、自省，然后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自己好的。这个部分就是跟你付出时间在工作上要一样的多，你才有办法支撑自己的生活。对，还有就是要勇敢做决定吧，因为我觉得我这个
我现在向往车厘子老师的这个状态，因为他是我想要过渡到的一个人生的阶段，但是我现在好像腾冲，但我现在好像还在卷，就没有办法就真正的去勇敢的做一个决定，就说我过去吧这样的啊。哦，但是我最终追求的状态是这样的，对。可是你也会怀疑，我现在还是充满了怀疑，我也会很愧疚说，我这周没有做新的视频，没有工作效率没有那么高，我也会很愧疚，然后晚上在想，明天我要效率高一点，就是每天活在后悔，然后很享受，后悔和偷懒，后悔和偷懒，对，所以说茶叔说的很好，需要这个自省。对，我觉得很不容易，就是说可能看到车厘子老师这种状态，大家都会很羡慕。其实在一个这样的生活形态下，你更有一种意识，一种觉醒，你不能浪费自己的时间。你既然到了这里，你一定要开创出更特别、更不一样、更独特的人生出来。那这个就是跟在可能教学机构或者像Ben叔这样把每天课排得满满的生活状态，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挑战。对，就是每个选择你都会经历一些怀疑和挣扎，然后才会跟他和解，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好，这个问题来了哦，因为Ben叔说很向往嘛，那我想帮Ben叔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问什么问题？帮我问。就是车厘子老师，你现在在腾冲上线上课，收入是可以支撑那里的生活吗？对，生活成本、物价怎么样？生活成本，然后比如说Ben叔现在就要离开西班牙，直冲，那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我每天睁眼会欠多少钱？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因为我是一个购买欲望没有那么高的人，对，所以我这一点Ben叔就没办法了，抱歉。没有，我有一年都不买衣服，好不好？好。对，就是搬到云南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购买欲望会很低，然后第一，你的购买欲望降低了；第二，这边物价确实很低，就是比如说我在这里的租房是上海的1/3吧。可能也就是1/3的价格，而且你可以住到很好的位置，很好的房子，比较大的空间，对。然后所以说，在这边其实生活成本不高，二就是说消费欲望也不高，第三就是说人情往来也没有那么多，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当然，对吧？对，然后第四就是，但是它没有影响我的收入，是因为我在来之前我就已经把我所有的工作都转移到线上了。所以说，对，其实现在国内线下的课其实单价还是蛮低的，给到老师的部分还是很低的。所以说，如果我转到线上的话，其实收入是会有所增加，增加的不多，但是会有所增加。对，所以说我会觉得说来这里生活，我可能省钱更多，然后收入完全可以支撑。如果你不买贵的东西，那便利度呢？就是可能去周边的地方玩啊，这个坐车什么的都挺方便的吧？应该。腾冲有一点不好，就是它还没有建好高铁站，这边的地势比较难建高铁站，所以说。所以这边高铁没有那么方便，但是有飞机，然后如果你会开车的话，就自己开车了。所以说路都是很平畅的，可以就是说随便开，没有问题。云南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就选到腾冲呢？对啊，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呢？我是想去一个没有那么商业化的地方嘛，因为我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然后。本来想去大理，然后我在大理调查了一下，我发现那边还是商业化比较严重了。对。然后正好就找到旁边腾冲，然后这边气候没有那么热，我喜欢不热不冷的地方，然后就找到这里来了。缘分
其实都是缘分，嗯就是缘分。当初在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查好了资料，好，腾冲，你是隔天就买了机票就直接冲，还是你有考虑了好一阵子？没有那么快。我知道我会去某一个地方住一段时间，某一个地方，对对对，对，某一个地方没有确定好是腾冲还是芒市还是大理还是香格里拉，对。然后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想跟我一起，但是啊后来他比较忙就退出了，然后我自己还是没有放弃，我就在网上对，查了一下这里的嗯哼，生活成本还有房租还有环境什么的。然后我就嗯哼，来了。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调查的过程的。对对对，对对，那段时间我是待在家里的。所以年轻真好哈，马上啊，想到什么就可以就可以这样子勇往直前的感觉啊。没有那么年轻吧？其实，在国内的标准来说，我没有那么年轻了。外表看起来非常年轻对啊，谢谢老师。看起但是有给自己一个时限吗？就是还是对啊，说就是我也很好奇，嗯， 3年5年不可还是能一辈子，说如果喜欢就多住，不喜欢就马上换下还是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在现在访谈的当下，你其实已经很厌倦腾冲的生活了，还没有到。还没有对对，目前我在这里已经半年了吧，然后可能啊还会，我租的房子是到明年，所以我还有1年的啊，时间。对，我可能是还想要去继续了解这里的文化，因为这里好多地方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你看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语对，言、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节日，每个嗯。东西都有故事，还有他们的产品，咖啡啊，那些就是农产品都有很多故事，所以我想把这些都了解完了，然后可能就是我离开的时候。对，所以我刚刚看到，就是一个大妈就这样很悠闲的从车厘子老师后面走过去，哇，我就觉得啊，这种生活实在太棒了。这个就是一种感觉无忧无虑，然后就是你不会给自己太多压力跟烦恼的地方哦。对，其实我也研究过，就是像西南地区，连同这个东南亚，这片地区的文化其实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一种山地文化，然后对就是说它相对于自己的文化，它保留的特别好。你看这里的少数民族那么多，还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服装、节日。他们没有对被同化掉，没有被汉族的文化同化掉，对，所以说很难得，第一，对，对他们保留的很好，但是同时，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么多的文化，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开放包容的态度。所以其实在这里你做什么，他们都见怪不怪，他们都说是你的自由，就是你开心就好。所以说，在云南没有那么多像我们汉族人所说的那种仕途的想法。想要去做官、考公务员，没有那么，就是他们的父母都会觉得说，孩子开心、健康就好，做什么都行。对，所以说这边的文化其实，在地理上有一个名字叫赞米亚，就是说云贵川，连同对连同东南亚、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的这个山地，喜马拉雅山下面的这些地方的文化，对，它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态度、生活态度、哲学、宗教都是差不多的。对，值得我们去体验，对不对？对，很值得体验。什么时候两位老师快来安排上查书安排？我觉得我真的会需要当然我现在生活也没有压力啦，只是说会想要体验一些不同的环境，然后给自己不同的刺激，对不对？对对，然后就是想考验一下自己能不能接受不一样的挑战，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好，体验这个体验很重要啊，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嘛，不是来赚钱的，来体验的啊。对啊，Ben叔有没有听到？不要一直赚钱，偶尔
学一下我们车厘子老师。今天的采访很重要，我一看那个车厘子老师那个背景，我就觉得啊，我天天就在这个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上课，我也应该走出去啊，换一个环境，就在大自然里边啊，这样悠闲的生活一阵子多好。但是贝老师，其实我也会去看你的视频，然后学习你的教学方法，然后其实对我自己提升也很大。所以你在羡慕我的同时，我也是很羡慕你，你在一直精进自己的教学技能。所以说，其实我们都是有互相羡慕的部分。对，但是偶尔应该转换一下，我觉得在一个状态里边很长时间就是可能就掉进去了，就是不会，有时候真的需要就是看一看别人的生活的模板，然后对比一下，问一下自己内心到底是想要哪种生活，还是要平衡一下。你要是做我的生活，我觉得你也会觉得啊，怎么每天就是一直就是过这个时间表上一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生活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那种感觉。对，其实就是我觉得自己，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课题，对不对？我们像我们采访嘉宾，随着我们采访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就觉得像车厘子老师，他勇敢的在那里生活，但是他也面临到自己的困境，怎么让自己更自律，怎么样适应这个过渡的时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就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去克服，很不容易。是的，每个阶段的课题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去享受那个阶段带来的挑战跟困难，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对，可能明年我就要换到Ben老师的状态了。对，然后我参考你的攻略啊，怎么在腾冲开始生活？对，换一下。对啊，好有意思哦。就是我觉得我们也给现在在看我们节目的学生一个选择，你像车厘子老师现在选择在腾冲，你也可以选择像Ben叔这样子课接的满满的过着辛苦的教课的生活，高效率的，你也可以对高效的，然后不断精进自己的这个教学技巧。你也可以过得像茶叔一样，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种生活好，那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好的选择，人生就去体验吧。对，好，没有错和对。那我们今天好，没有对错，只有体验跟感受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车厘子老师。我特别喜欢今天的节目，因为我更了解车厘子老师了。他在享受之余，他也有很多这个要克服的。自己要克服的生活上的难题，所以每一种生活都不是理所当然或这么简单的，对不对？对。然后我也想最后分享一个事情吧。好。其实我看大叔中文的第一个视频，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们在好多年以前了，我都忘记是题目是什么？澡堂吗？东北澡堂吗？不是，我为什么会听呢？就是因为你们在讲到了中文老师的困境的那一期然后当时让我特别，我当时还是就是经验没有那么足的老师，然后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记得不知道是哪位老师说，可能是Ben老师，也可能是茶叔说了，就是说中文老师怎么样去破圈，怎么样去突出这个行业的困境，就说你要有自己的特色，最后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的特色，就是让你的语言教学跟自己的特色结合起来，这样你才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破圈。所以说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就是在我后面的风格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我非常明白，因为我看到你做 vlog， 你跟别的老师的 vlog 不一样，因为你前面在做完 vlog 之后，你后面都会有一个总结，你会把你那个你前面的这个部分梳理一下，你是怎么展开的，你从这个语言学习的角度，然后你讲我是怎么。就是刚才我是怎么介绍我的这些生活的那个内容信息的，我觉得那个很厉害。就是学生不只是看 vlog， 他还看到你是怎么样去就是介绍这个
前面的这个部分的，我觉得那个很厉害，很独特。对，就是还是要回到教学，然后又要把对教学融入到生活中来，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是很感谢你们给我的这个灵感，所以说也是，好开心，也是朋友，也是老师，快哭了，好感动，一起哭。对，我觉得，老师到最后还是要把自己个人特色给发挥出来，学生才会觉得你不是抄袭，你有你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教学，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人生观，这个很重要哦。好，太棒了，我们觉得很开心，邀请了车厘子老师。那我们等到车厘子老师有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之后，我们再来邀请车厘子老师来分享啊。对，好的，大家要订阅车厘子老师的频道。对，再订就要爆炸了，再订阅就要爆炸了。没有，我还有努力的空间，还要再订，对，还一起努力。好，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聊喽。好的，跟观众们说再见。好的，拜拜，拜拜。